如果你不小心怀孕了，你会愿意当全职妈妈吗？First of all， 是不会不小心，对，是不会不小心。OK，Number two， 我觉得可能嘞。哎，瑞恩，最近有点 stress 嘞。你不是一直都很 stress？对啦，因为有一天我女儿她其实受伤，她回来，因为我其实还没有什么时间查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在 meeting， 因为我用口语跟她沟通，因为我在做 presentation。OK， 好，你懂那种 back check 跟那种，明白呀，当妈妈真的不容易。燕玲，请放松，我察觉到你有很多压力，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到你吗？ I don't feel 到他问我什么东西可以帮他嘞？你能不能帮燕玲照顾孩子啊？当然可以啊。I'm sorry， 不可以。我的孩子 ，I think 我自己照顾会比你好。哪里敢？哪里敢？不敢嘞。是的，我也取代不了母亲的爱。我没有妈妈，但是我也想体验什么是母爱。燕玲、瑞恩，让我们继续今天的任务吧。他很人性化哦，好可怜哦。所以今天是什么啊 ？Pop Mart 哦，我知道 ，Cry Baby 啊 ，Cry Baby， 他的名字。你懂？我懂，他叫 Cry Baby。这个叫 Cry Baby。呀，快 cute 啦，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要讲。OK， 我懂了。听到我的心声，讲妈妈的，信不信？快 obvious 了。今天的话题是：生娃持家就是黄脸婆吗？让我们有请来宾出场。Hello，welcome， 瑞凤。嘿 ，Hello， 你好。 Welcome， 坐，要喝东西可以喝东西。你们好吗 ？OK， 好。你们要不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好，我叫瑞凤，我姓李，我是3个孩子的妈，全职妈妈。哇，厉害。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谢静怡，我是个艺人，也是个3岁孩子的妈妈，一个而已，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那你们今天是来？因为最近很多人问我最喜欢谈的东西是什么，我就讲我喜欢讲我孩子的事情，就一讲就可以讲很久，所以今天就来讨论跟学习跟3个妈妈真的3个孩子的妈妈，3个妈妈，3个孩子的妈妈，有了他当3个妈妈来用，真的超人。瑞凤呢是来，因为我是全职妈妈，我当了蛮久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或者是我有一些可能可以吐槽的地方。对。主持人们，我们马上开始犀利问题环节，请拿出盒子里的卡片，并将卡片上的犀利问题向对应的来宾提问。我先问瑞凤，好，14年来没有回归职场，对你是一种糟蹋吗？需要用糟蹋这么重的字吗？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很犀利，干嘛这么重？用词特别犀利呀。我前面有2个孩子的时候，2个女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有工作的。OK， 我是 operation manager。OK， 我的工作其实也是很忙的。可是到了第3个儿子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大女儿已经6岁，2女儿4岁，然后我小儿子又刚出世，所以3个孩子的需求就不一样，他们每个阶段不同，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很难说我能够兼顾2方面，既能陪伴我孩子，又能照顾2个老大老二的需求，所以我才毅然决然的成为全职妈妈。一做就做14年，14年哦。在孩子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点磕磕绊绊嘛，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值不值得？然后我就觉得有时候就孩子会突然就给你一个反馈，他会表现出一些让你觉得说，你的存在能够让他更好，或者让他就是能够健康的成长、快乐的成长，所以一下子就觉得说，还可以继续，值得。我喜欢你说，就我觉得你会
问自己值不值得。对，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对，当然，当你累的时候，当你辛苦的时候，对，会有这些 questions。对 ，at least 就是说到底还是有个 answer 啦。对，因为我们知道 Kimberly， 你虽然是妈咪，可是你也是艺人演员嘛。尤其我觉得更 tricky， 你会觉得当了妈妈之后，哇，这个也是很犀利 ，sorry 啊。你会觉得自己的演艺事业就掉价了吗？不是我们写的。我不觉得有掉价，其实反而我觉得涨价了。真的，因为为什么 ？The media is changing. In the social media world, there's also many avenues for you to find your footing. So, for me, I feel that when I become a mom, there is with all these extra life experiences, it gives me more 筹码去找我要做的东西，跟找一些可能 jobs 啊、campaigns 啊这些。I mean， 所以这些就帮助了我。以我的了解，momfluencer 是很好赚的。以我的了解，尤其是第1-2年吧。哦，也是有阶段的，是有阶段的。其实可能孩子长大了，他就会慢慢减少。明白。对，那然后现在就要找别的东西来去尝试。所以其实也是很好奇，好像全职妈妈，你的一天是大概是怎么样的 ？Day in the life， 很忙啊。小时候比较忙啦。小的时候，他们小的时候就送 preschool， 然后要上 enrichment class， 然后接送，然后要吃饭，然后晚上赶快去睡觉，就是就要而且你是那种一定要他们 follow 这些 rules， 很 rigid 的吗？没有，我女儿还 complain 说以前没有。我不是Tiger Mom， 对她不够严厉。她想要Tiger Mom， 好啊！你看Tiger Mom其实也要很用力的，你知道吗？就是你要很累的 control， 你要先Tiger自己才可以Tiger那个孩子，因为你要很严厉嘛。1岁的时候最难，就 from 0 to 1是最难的，最累。就long 24/7就是跟孩子在一起。那他1到2岁的时候其实就轻松了。真的吗？2岁后就真的轻松了，因为有 terrible twos。Oh, I feel my kid is quite okay. No terrible twos。每个父亲都这样讲，你有 terrible twos 啊 ？I think 有 but we tried different methods to try to 控制他的情绪。OK， 好。And I think it's been working. OK， 蛮有效的。所以你觉得最难的是在体力上，还是在精神上，还是在适应度上？那是心灵上，mental wise is very hard. I think 因为也是荷尔蒙这些，那你又没有跟外面接触，那你就每天看着你 baby 一直哭，哇，真的是，所以如果你问我，我不想再经历那个多一次。可是有没有就是一瞬间或者是一段一些日子里面特别刀，你觉得我做的这些事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情绪崩溃过的？有啊，都说其实没有凶的妈妈，只有累的妈妈。没有凶的妈妈，对，只有累的妈妈。所以有很多时候你情绪激动是因为你很累，真的是那种累，然后你没有办法，你想发泄，所以你才会哄你的孩子，或者是情绪很激动。所以我觉得，你看，如果大家都能够就是平和的话，就是表示说，其实家庭也是能够经营的蛮好的那种。有就是the newborn phase 咯，真的很就觉得没有人了解我为什么，即使身边有人在，不过你就是觉得 no you don't understand me，就是为什么这么辛苦。可能荷尔蒙也是，对，情绪就是荷尔蒙。有时候是不是也是来自一种自我的怀疑，就觉得我是一个完美妈妈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来做妈做全职妈妈，你就是要一个 perfect， 然后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像 super mom 这样，会吗？你们会觉得有时候这种隐形的压力吗？我觉得社交媒体 actually 现在它影响的很大，因为可能很多妈妈。po 上网的东西都是只是看好的一面，他们也没有 po 一些可能坏的一面。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妈妈，你看这些 momfluencers 的一些视频还是怎样，你就觉得为什么我没有
能力给我孩子这些啊，还是我没有这些 schedule 给他 ，you know you just 这些会 compare 呀，把这些都，所以我们要跟全部的对那些妈妈说，其实社交媒体不是真的，也不是说是不真实吧。是一个 is curated，就你只看到它的光鲜亮丽，没有看到背后的一地鸡毛。对，所以你们不要被骗。他已经哭了1天，然后好不容易那个小时笑，你知道吗？当妈其实就是好幸福的。是，我觉得很虚假，这种都是很虚假，因为真的没有完美的妈妈，对，真的没有太难了。你私下孩子哭个45分钟，你不生气，你怎么会美得起来？真的。然后当然除了社交媒体，有时候比如说我是一个妈妈，可是我也是燕玲嘞，我也是一个主编，我也是别人的老婆。可能有些人他就会，因为我们需要很多精力跟精神 focus 在家庭跟孩子身上，有时候他会很难平衡他自己别的需求。所以像你们这么样，你们怎么样记得自己的别的身份？其实到了最近才发现，过得比较容易。So the first few periods was very tough。可能我出去工作，我会一直想我的儿子，我会一直打电话，一直查 CCTV 这些。Yes。呀，只有最近我才发现，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没有怎么想到他。Yes。呀，所以 it's a balance，and I think 他需要一点时间。可能这个时间其实蛮快的，3年而已。对。Yeah, but I think when you start to find your place back in society, then you realize that 其实它2个都非常的重要 ，and it complements each other。如果我在外面我做得很好，我回到家里我会更好的对待我的家庭。所以我就 try my best to put equal effort into both。OK， 我刚开始当全职妈妈的时候，我其实会有一些自我的那个问自己，我的 identity， 我的社会价值，我的市场价值。Yes。然后有一次 incident 就是我推我的孩子 baby pram 儿子，然后带2个女儿去上 enrichment class。OK。就刚好碰到我一个大学同学，波浪的头发，然后精致的妆容，黑色的裙子，然后背着一个名牌包包、高跟鞋。他看到我就说：“Natalie。”你怎么变得这么安迪？哎呦，气死了！怎么会太过分了？那你怎么反应？因为我就只好假笑吧。我记得天哪！可是我回去之后我就照镜子，我今天穿的怎么看起来这么像安迪嘛？可是我觉得说有时候人家跟你这样讲，可能也是一个提醒吧。然后我就 take it 比较 positively 啦，就以后我出门会化淡妆，然后打扮自己，不要等到有 occasion 才打扮。就是你每次出门你就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哇！谁知道你会不会遇到什么人，对吧？可是我觉得他很正面，很正面，他很正面，对，真的很没有礼貌。对，而且我一向也是一个很注重自己仪表的人，他这样子讲更伤我。哇！可是我觉得说我不能够让别人这样看我嘛，我一定要振作起来。就下次他遇到我的时候，他就不可以说这样的话，就说怎么样？你很坚强，真的很坚强。然后其实好像在寻求一些社会认可的时候，你们觉得你们面对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社会认可，我觉得最大障碍就是你没有头衔，你没有title。你如果出去的话，你没有title，你不是某某某某，你不是讲师，你不是什么这样子，人家就会觉得说你讲话没有说服力，或者他可能就也不会把你的话当一回事。所以这是我觉得新加坡比较注重头衔啊，很多时候。Kim 呢？OK， 我觉得我最大的障碍是很多圈内的人，就是说可能编剧啊、导演啊这些都以为我没有想要演了。对，真的，所以我一生完孩子，他们就说Kimberly 已经退圈了，就没有真的。所以我有时候我听说就有他们就说其实我有想要还想要演，还想要有机会这些，然后他们就觉得你不是有孩子了吗？你不是没有要演了吗？好烦，这个对，怎么会这样？真的，就是那个男人没有这样的对待。对咯，对对对。所以这个印象我觉得很，对，很伤心。你看男演员40几岁、50几岁还可以有一个20多岁的女朋友。
Actually， 这个是社会啦，就社会把女人，就当你就是家庭第一，你就定型了。孩子就是妈。Actually， 你应该在你的 social media 做一个乱名的，不要因为我生了孩子就当做退休或者退群 ，you know？ 对，你生了孩子，你就不是 Kimberly 咩？你就不是演员咩？你有什么令，对不对？我会慎重的跟大家再说，纠正一下这种观念。It's good content. Yes， 真的。哦，来了，10个小友要。我们来到将心比心环节，来宾们请拿出盒子里的卡片，并将卡片上的犀利问题向对应的主持人提问。主持人们请务必回答。我问燕玲，你曾抱怨过工作 crappy， 又无意忽略了女儿的伤，有想当全职妈妈吗？没有，马上不带犹豫的，不带犹豫。我真的觉得全职妈妈是要有才能的，是很难，不是每个人可以当的。像我真的不可以，好像我没有你说的耐性。我没你说的耐心。如果我选择一个对我不好的东西，然后我把很多负面情绪带去家庭，我觉得不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想了之后，我觉得是没才能就不要去逞强。更坦白哦。If you're good at your job, then you need to give it up. 而且你要强调，母亲不应该一直为孩子牺牲。对啊，真的啊，这点真的很重要。世俗有一个观念，就是觉得母亲你有母爱，你一定要为孩子牺牲，你就要牺牲。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应该，应该要打破。对，真的真的。I love that。真的。OK。又来。如果你不小心怀孕了，你会愿意当全职妈妈吗？First of all， 是不会不小心，是不会不小心。OK，Number two， 我觉得可能嘞。OK， 我比较小的时候，我是很拼事业，那时候是完全没有想到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家庭什么的。然后那时候的我是觉得我不可能全职妈妈，不可能太太，不可什么的，就是我要很独立，我要女强人。现在就稍微改变了一点点，人是有成长，所以现在的我其实没有做工是很开心的。OK， 哇哦，我反而是没有从事业得到我的 identity， 我已经没有了。之前是，我觉得人成熟了就会有稍微一点点的改变。Yeah， good mother。surprise 我们的两个人。I don't know about good, but your best. I won't rule it out 咯，有可能咯。Surprise。你以为我会讲 no？ Yes， is it？ say no， 还以为他也是不带犹豫的说 no。我也是以为。今天是谢谢两位过来，因为我真的觉得聊了很多，而且我觉得好聊，很好聊，而且打破了很多人家对全职妈妈的幻想，我觉得。然后我们可能也是可以稍微做个结尾啦，就是第一点提醒大家，全职妈妈真的是需要被尊重的，不要以为他们很容易。我觉得那些觉得很容易的人真的是太单纯了，他们也没尝试过。对，你尝试过你就懂，时间又长，责任又大。然后不要担心 ，OK， 我觉得不要有这个完美主义，不要有这个 ，actually 我很讨厌这个完美的这两个字，我很讨厌，我也不喜欢，我觉得很不真实，跟很 not realistic 啦，所以不要 expect 完美 ，and then 要保持自己的身份，保持自己的 identity 跟自我，跟 self worth， 不要因为是全职妈妈就忘记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跟燕玲学。这个我可以代言。对，爱自己有很多方法。我谢谢你们两个的 sharing， 我觉得然后当然也有很多当妈妈的，不管是全职妈妈还是职业妇女，还是说有一些很想当妈妈的，我觉得他们看了应该会有很多感想跟感触了。所以欢迎来留言跟我们交流。所以记得要 follow 我们的 IG 跟 YouTube。还好有你2，女友会陪你。